一下第一场出场的就是香港联盟的豆豆暖男给我们带来的电龙球的3星。那电龙球的3星，大家这个口诀有没有背好呢？那这个电龙下的这个方式呢，也基本是差不多的。那所以说他是选择男王跟女王是清一边，在3点的位置做一个断边。这个距离也是蛮远的，所以说不会影响这个清边的效率。那用一条电龙呢是在6点的方向做一个断边，那主力呢是下这个4、5点的位置到3点部分下了电龙跟气球的主力，然后2个狂暴铺好之后呢，后面是直接就是永王的金身保护了电龙，直接的往中间的核心区域去进攻，引出对方的援军援军出来是第一波是2个猎人还有弓箭手这下了一个毒药，已经成功的解决了对方的援军。应该这个援军城堡里面还有一个地狱熔岩猎犬躲在里面，没有关系，这个电龙继续的输出。刚才是用一个飞艇去爆掉对方的主本，飞艇里面爆开之后呢，是一条电龙跟气球把这个主本给爆掉之后呢，现在女王跟男王已经迂回过来，在10点部分呢已经处理掉单头地狱塔之后呢，被对方的援军的这个小狗狗给拖死了，但是没有关系，还好剩下2条电龙还有永王健在，可以把最后的这些建筑给清理干净。而且对方的这个弓弩是全部设置成你看全部是设置成对陆地的，所以说他就是Nick 对方这个 Nick 也是他们的主力嘛，他这个阵型居然是被这个空军这样拿下3星，让他很没有面子他这个阵型的思路也是反陆军为主的，所以说你居然是钻他的空子，用这种电龙的方式，而且是用电龙一字滑，就感觉非常的让他没有面子我觉得相当的精彩点个赞谢谢我们的暖男打出了这么精彩的电龙球的3星运气也是杠杠的。那我们继续观看一下第2场的战斗。那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第2场的战斗。那第2场出场的就是香港联盟的村长旗下脑残No.1疯子给我们带来的火龙鞭的3星，而且他这个火龙鞭也是带了2罐闪电法术，也非常的具有特点。因为这个7、8点外围的这座单头地狱塔旁边是一座空击炮，这个空击炮面对的是4、5点的位置进行一个吹风吹风的方向是朝着4、5点的位置，所以说它这个主力是如果是下在4、5点的位置的话呢，就会受到特别大的一个干扰，所以说先用闪电法术把这座空击炮给处理掉之后呢，我们也知道了它大概的一个进攻的方向了。男王跟女王呢是在3点跟6点方向各自进行一个断边。那我们已经看见他这个火龙跟气球的主力已经进场了在4、5点位置进场之后呢，后面是跟着这个飞艇，然后永王也开了落地就近身保护了这波的主力，然后这个飞艇是直奔这个主本而去。这个飞艇在主本的上方已经成功的解体，然后用一个冰冻冻住这个主本，然后成功已经爆掉这个主本。我们等会儿来看一下它这个援军是什么。没有关系，这个火龙在中间也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坏。那剩下来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法师塔还剩下3座。那刚才我们2点外围1、2点外围的这座法师塔呢，直接是采用神盾勇者这座法师塔给解决掉了。然后这边呢7点位置的这座法师塔呢，直接是采用一个冰冻冻住之后，然后直接是下了蝙蝠法术6关的蝙蝠法术动作是非常的快，一气呵成。而且这个蝙蝠法术，这个小蝙蝠也是非常的聪明已经避开了中间这座法师塔，然后在外围做了一个迂回。那中间已经这个火龙已经把这个法师塔给处理掉之后呢，而且他这边也是带了个人兵人，是新一座12点外围的这座法师塔，然后解体之后呢，冻住这座法师塔的时候呢，这个蝙蝠法术就有机可乘，把这个法师塔顺利的解决掉之后呢，现在呢就非常轻松的把这个阵型给收拾干净，而且这个火龙的数量剩下来还非常的多1、2、3、4、5天哪，相当的厉害因为一出的这个阵型还是反陆军为主它是反这种雪怪，还有反天女矿工野猪流之类的，但是呢他却忽略了空军能够对他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威胁，而且香港联盟的空军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直接把这个德国阵营打得节节败退，跪地求饶
所以说香港的联盟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那我们继续观看一下第3场的战斗。然后呢，我来继续关注一下第3场的战斗。那第3场出场的就是香港联盟的 Kimi 给我们带来的火龙球的3星。那这边他也是用一个镜像法术，带了一贯的镜像法术。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打3星的。他选择直接是用一个飞禽下着了8点的方向，然后用气球试探一下空中陷阱。现在是气球，这个飞艇直接是从8点的位置直接是切入到靠近这个主本的位置，然后下了一个镜像法术，复制出一波的气球。然后这个电龙也这边已经成功的打出一个区域之后呢，你看，主要是还是它的主要任务不是去爆掉这个，而是要清理掉9点，8点进去要清理掉9点到10点这个区块之后，然后12点位置下一条火龙，男王跟女王呢是下在1点位置做一个断边。那这个火龙的主力就完全不用担心会走偏，直接是在11点位置下的火龙的主力，后面是跟进这个神灯还有个这个永王啊，开了大招，那保护了这波的主力不会受到伤害，成功爆开这个主本之后呢，现在火龙真是翩翩起舞啊，非常的好看。然后现在是在3点的位置下了神灯勇者，那就是这个3个英雄啊在外围进行一个断边。那现在又成功的跟这个火龙的主力进行了一个汇合，非常的精彩，太刺激了。而且对方的这个弓弩是全部设置成对地的，对陆军的。那所以说对空军的话呢，这个火龙就是非常有优势了。只剩下最后一座防空建筑，我来看一下，剩下来的主力还非常的多。女王健在，永王，而且部队剩下来的数量还是不少的，所以说他这个阵型还是以反陆军为主，而且踩到的这些关键性的大炸也不多。那从这个布局来看呢，他还是要把这个陷阱的主力是放在中间这个核心的区域，因为这个阵型如果反陆军的话呢，应该也是反天女矿工、野猪流之类的，所以说他如果打出一个缺口之后呢，你是呈现一个 S 型的路线去走的话，他是在这个一路上都是铺满了陷阱炸弹。那从这个阵型打下这个3星的这个布局来看呢，他还是反陆军，忽略的这个空军的防御。那我们的香港的还是一如既往的厉害啊，真的是非常的过瘾。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第4场的战斗，千万别走开，我们去一下小小的广告哦，马上回来。那我们来观看一下第4场的战斗。那第4场出场的就是香港联盟的呼噜给我们带来的电龙球的3星。那对方这个防御的队员呢，也是德国战营的5大天王之一的 Even Max 啊，他这个阵型也是一个主本偏置的13本的防三阵啊。这个如果用陆军来打的话呢，这个阵型也是蛮头疼的，扭扭歪歪的，也不是很好处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呼噜是怎么处理的，他直接是采用这个电龙的秘籍啊，落地就金身，2罐狂暴要铺好，然后采用男王跟女王呢是在11点位置外围做一个断边，那一条火龙是在3点位置做一个清边。那这个主力呢直接是1点到2点位置进场。现在是引出对方的援军是一个地狱龙宝宝配合猎人杀手还有弓箭手之类的东西，下了一个毒药，处理掉对方的援军之后呢，现在电龙的主力剩下来还非常的多，而且这个位置飞行的位置也是非常的精准。现在已经靠近这个主本了，下了一个冰冻，冻住这个主本的时候呢，已经成功把这个主本给爆掉之后呢，现在是关键性的建筑已经剩下寥寥无几了，这个电龙就可以轻松的收尾，把这个阵型给拿下3星。现在呢，德国战营的5大天王有4大天王的他这个阵型已经全部给破解了，非常的厉害啊，太刺激了。那所以说呢，那本期的影片呢，一共我们
跟大家分享了香港部落的这4场的空军的战术啊，打败了他们这个德国战营的4大天王的阵型。那剩下来还有一个阵型也是非常的好的，对方的这个 Lennox 啊，他的这个阵型也是非常的好的，就是这个阵型没有被打掉3星。那等会我去把这个阵型给挖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继续观看一下对方是怎么打香港阵营的阵型，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啊，来观看一下这个对抗有多么的激烈。那我们直接继续看影片，千万别走开，去一下广告，我们马上就回来。那我们来继续观看一下最后一场的战斗。那最后一场出场的就是德国队长伊楚给我们带来的天女矿工野猪柳的3星作为压轴。那他首先采用的一个思路也是蛮特别的，直接是采用一个飞艇啊，在3点的外围做一个飞艇，直接是飞向4点内的这个单头地塔这边，引出我方的援军猎人，还有熔岩猎犬，还有弓箭手之类的东西。那现在呢，他已经成功的把4点外围的这个区域给清理干净了啊，打出一个缺口之后呢，现在女王已经小心翼翼的下在了5点的位置，然后周边是用法师做一个断边，下了一个血怪帮忙砍伤害，帮忙清理这边的零散的建筑。当血怪出来的时候，又下了一个超级炸弹人炸开，吸引这个火力的时候呢，超级炸弹人已经成功炸开了6点外围的这道城墙。那这样的话，这个女王就可以轻松的通过这个缺口，然后把这个主本周围的这些建筑给清理干净，而且还可以把这个主本给爆掉之后呢，继续的深入敌后，非常的厉害啊！这个就要考验到队长的这个女王的滑步的技术了。那他现在又成功的偷袭了，用一个超级炸弹人炸开了6点内侧的这第2道城墙啊，把这个进攻的路线又做了一个纵深的发展。那现在3点位置呢是下了矿工跟野猪的主力了。那这边矿工跟野猪的主力就是直接是要把这个3点内侧的这座天一火炮直接给断了，然后它会呈现出一个 S 型的路线去进攻啊。所以说它这个4点位置为什么要提前把这个断掉，就是有一定的道理，它这个进攻的思路已经铺设好了。那3点要打到12点再从12点往9点的方向与这个女王进行一个汇合。那女王这边已经成功的处理掉9点内侧的这座单头地塔之后呢，这个幸存的几率就非常的高，而且可以跟矿工跟野猪的主力呢进行一个汇合之后呢，这个阵型就非常轻松的被破解了，非常的厉害啊！而且他这个进攻思路真的是非常的好，值得我们去慢慢的去回看，然后跟他们学习一些非常有用的一些经验啊。那好的，那本期的视频呢，我们已经全部的解说完毕。那我会把对方的非常经典的一些防御阵型给挖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那我们期待下一期的视频不见不散。B 站的小伙伴继续的支持我，一键3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